家里的小学生提醒我做一点圣诞节送给同学的小礼物呗，立刻我就想到了这款饼干，造型是网上学来的，但是饼干体我用了10年的方子了，非常适合拿来做造型，不会变形融化，饼干烤出来倍儿直溜，奶香浓郁，口感也很酥脆，加了一点心机，让你做出与众不同的节日小饼干。制作过程其实很简单，注意几个要点啊。黄油室温软化到手指按压没有阻力的程度，但是黄油不能有融化的痕迹。加糖粉、盐、手动蛋抽，慢速的搅打均匀就可以了。不要用电动打蛋器，这个饼干只需要拌均匀，千万不要打发。分2次把常温的蛋液加进来，常温很重要啊。每一次加入蛋液后，慢慢的搅匀。做这个饼干，请记住食材都是常温状态，不要冷藏。第2个就是不要打发，打发黄油会让饼干烤出来膨胀变形。搅拌好的黄油糊很细腻，没有油水分离的情况。然后筛入低筋粉和杏仁粉，用刮刀简单的切拌均匀，这个饼干糊就做好了。它的状态是这样的，不会过度的稀软粘手，用手指按压，塑形能力很好。取2片油纸，把这个饼干糊夹在中间，先用手压薄，接着用这种手锤的擀面杖给它擀到大概0.5厘米厚。如果使用普通的擀面杖的话，你就稍微需要控制点力度啊，让它擀的薄厚均匀一些，不要有的地方太厚，有的地方太薄。如果是薄厚不均的话，最后烤出来的饼干会容易上色也不均匀，薄的地方呢上色糊了，厚的地方还很白。那我多做了几个，都把它做成这种小饼，放在冷冻里去冷冻半小时。冻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取出来，然后我们压饼干模。这个模具是2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压表面的卡通纹路，全部压好后，再用这个轮廓的模具把这个纹路给它卡出来，这样一个顶部的小饼干就做好了。饼干最好用这种带孔的硅胶烤垫来烤，烤出来不凸，更平整。我们用这个裱花嘴的这个大头啊，沾一点粉，在饼干上压一个圆孔。压出来的边角料不要浪费啊，把它团在一起，继续做成这种饼干的扁皮，然后再压出一个鱼的轮廓作为饼干的底。因为我们要做夹心饼干嘛，一个是上边，一个是下边的底。2个饼干体可以一起烤，但是烤到中间呢，要把上边的饼干体取出来，因为上边上色的地方比较少，它容易上色过深。接着呢，我们把这个黑巧克力啊，就融化2块就可以了，其实1块就够了。马上放进烤过饼干的烤箱里，用余温加热。这就是烤好的饼干，上边的这一部分呢是提前拿出来了。如果烤得太久的话，上边这一部分非常容易烤糊。接着我们把白巧克力还有有盐黄油一起隔水融化，你可以融化的稍微稀一点啊，我这个有点稠了。装进裱花袋里，咱们要给它趁热挤到饼干上，饼干现在是凉透的状态。这个白巧馅是稍微有一点咸口味，解腻的。挤在底部的饼干上，稍微薄一点，然后边缘要留出空隙，不然你压的时候它就流出来了。我这个白巧馅有一点凉了，所以它水平面呢会有纹路，稍微用筷子啊给它划一下，挤上小熊的造型。这个黑点就是刚才融化的黑巧克力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，想怎么画怎么画。那么这个卡通饼干呢，你也可以做成自己喜欢的一个造型。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过最可爱的卡通饼干，并且也不麻烦，不需要在上边画糖霜。做起来很简单，还很可爱，还很好吃。有这个馅儿呢，很香，有一点咸香。咱这饼干体烤出来也是非常的平整，然后造型也特别的好。那么你想要烤出比较平整的饼干体，除了这个饼干糊的问题呢，也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这个垫子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个是硅胶网孔的烤垫，它是比较透气的，饼干烤出来是非常的平整。完全不会凸起，也不会烘烤不均匀。烤好以后呢，也不用把饼干移到晾网上去晾凉，直接在这个垫子上晾凉就可以了。烤垫是田悦家的，质量很好，放心用吧。我是为珊妮做面包的珊妈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非常经典的北海道戚风蛋糕。这款蛋糕呢，在私房已经火了好几年了，但是依然无法阻挡我家小朋友对它的喜爱。蛋糕体非常的柔软，
放在冰箱冷藏里，口感丝滑，像冰淇淋一样。我详细的算了一下，北海道戚风蛋糕一个的成本也就在1块多，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自己尝试着在家做一下，来做一做这款非常简单又很好吃的北海道戚风蛋糕吧。我们先来制作卡士达酱，蛋黄中放入细砂糖，用手动蛋抽搅拌均匀。拌匀后，我们再放入玉米淀粉，然后继续用手动蛋抽搅匀，画圈搅拌就行。牛奶中倒入奶油，把牛奶和奶油煮到锅边有微微的沸腾，然后我们起锅，把煮沸的牛奶倒进蛋黄糊中，边搅拌一边少量的倒。全部倒进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蛋奶糊我们倒入锅中，继续熬煮一下，把它熬煮成卡士达酱。搅拌的时候火一定要足够小啊，不停的去搅拌。你只有勤搅拌，做出来的卡士达酱才会顺滑细腻。好，搅拌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可以关火了。煮完以后稍微放一些香草精，然后再搅拌一下，这个时候卡士达酱就可以了。稍后做好了蛋糕以后，把卡士达酱挤到蛋糕里，我们把裱花袋的口给它系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备用。在做纸杯蛋糕前，我们先把烤箱预热一下，下火120，上火130，把烤架放在最下边。低筋面粉都要过一下筛，不然很容易结块。然后淀粉也放进去，先把它放在一旁。咱们现在先来做蛋黄糊，首先把玉米油和牛奶倒进玻璃碗中。搅拌到乳化状态，搅拌到发白就可以了。现在倒入刚才过筛好的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，然后继续搅拌。3个鸡蛋，倒进面糊里。画 Z 字形给它搅拌开。好，这样就搅拌好了。打发蛋清之前，我们先要准备好烤盘，然后放几个纸杯，然后再准备一份裱花袋，把蛋清从冷藏里取出来，然后先挤入一些柠檬汁。先高速的把蛋白尽量给它打膨发，打到它膨发到最高点了，再开始转中速，最后是低速调整。倒入细砂糖，好，现在我们可以转中速。蛋白霜打出纹路以后，我们转低速。看一下蛋白的状态，打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先取一部分的蛋白霜和蛋黄糊混合，蛋黄糊倒入蛋白霜中。这个时候蛋白霜有一点结块，我们可以拿刮刀啊，再给它搅拌一下，让它顺滑一些。好，把蛋黄糊倒进去。
然后开始把蛋黄糊和蛋白霜翻拌均匀。你的刮刀要呈钩字形翻拌，尽量不要压泡沫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挤面糊，挤到7分满吧，成了10个杯子，然后把它稍微磕一下，震一下蛋糕模，烘烤。好，这蛋糕下火120度，上火130度，放在最下层，我烘烤了45分钟。好，蛋糕差不多晾到手温了，我们现在简单的给蛋糕做一下装饰。卡士达酱从蛋糕中间的裂缝插进去，然后转着往里挤，具体挤多少可以自己看着办。然后出来一个小揪揪，筛一些奶粉。北海道戚风蛋糕就好了，特别的好吃，馅料特别的足。